阿富汗塔利班周二向外界公布临时政府的组建名单。沙钦在采访中表示，这标志着阿富汗结束了政治上的真空状态。他还透露，接下来阿塔将陆续公布剩余的政府成员名单。同时，阿塔希望与国内各派势力达成相互谅解，期待他们也能在政府中担任职位。对于阿塔成立的临时政府，联合国质疑新管制班子没有女性加入，是错过了向世界展示建立包容社会的关键机会。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周四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回应，未来在阿富汗政府中将会出现女性的职位。这个政府是临时的，在遵守伊斯兰教法前提下，我们将有为女性提供的职位，这是开始，但我们将为女性找到一席之地，她们可以成为政府的一部分，这将是我们的第二阶段。同一天，美国务院发表声明称，将根据塔利班的行动而不是言语来判断它。正在德国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，塔利班必须要以实际行动才能赢得国际合法性和支持。阿富汗塔利班他们想要履行承诺，想要稳定的长期的执政，那么他们需要向地区、向国际社会来展现他们履行承诺的善意和决心，这是一个方面。另一个方面呢，就是阿富汗塔利班他如何变成一个有能力、有担当的执政党，展现他的执政能力，让外界看到他有能力去稳定阿富汗的局势，还有平稳的发展阿富汗的国民经济。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阿富汗塔利班做出一个答卷，让国际社会来看的。布林肯周三同德国外长马斯共同主持了一场由22国参加的部长级视频会议，围绕阿富汗问题展开讨论。外界注意到，这场会议并未达成任何对阿富汗人民有益的共识，仅要求阿塔允许外国人和阿富汗人自由出境，尊重基本人权，并称将使用经济、外交和政治手段保护阿富汗人民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介绍，中方并未参加这场会议。对于美国带头向阿塔提出的诉求，赵立坚一针见血地揭批美国是在搞双重标准，一方面要求别人尊重基本人权，另一方面却对自己在阿富汗等地践踏人权的烈性讳莫如深。美国一方面花大笔的钱从阿富汗捞人、撤人和安置几万美国关心的阿富汗人，另一方面却对数千万阿富汗民众的疾苦袖手旁观，一毛不拔，对不负责任撤军制造出来的数十万难民不闻不问。赵立坚指出，美国一方面回避自身今天对阿富汗乱局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另一方面却对他国，特别是阿富汗邻国的建设的努力妄加揣测，说三道四。美国政府一方面说要反恐打恐，另一方面是继承前政府的错误政策。美国一方面反复表达在阿富汗问题上希望与中国合作，希望中国做更大贡献的愿望，另一方面却声称自阿撤军是为了集中精力对付中国，旨在转移战略重心，应对所谓大国竞争。我不知道美方这些逻辑何以自圆其说，美国需要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。